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是你是不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庞大的法律体系应该如何拆解？每一个法律又有何重点？我将用2集的时间帮你快速了解。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包子。这个频道介绍过不少法律和社会相关的主题，虽然因为自己修读法律才比较熟悉，但是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对于各种法律是略有耳闻，但是还不太了解。所以这次我决定返璞归真，以马来西亚法律必修为主题，重新跟大家介绍马来西亚的几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基础但能见度最高的法律，带大家一起领略为什么法律也是一种艺术。因为是非常简短的介绍，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够深入，也不会触及到非常复杂的法律术语，主要只是让大家对于各种不同的法律有一个概念。那要介绍的内容很多，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通常都会从宪法开始，这是无可厚非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便是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法律，包含了15篇、183项条款、13个附录。这一部宪法的最初原型是来自于国家在最初成立当中2份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第一是英国和马来皇室之间的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条约，和第二由里德委员会起草的1957年独立宪法。1963年，马来亚、大英帝国、北婆罗、沙拉越和新加坡共同签署马来西亚条约，修改宪法，正式将国家易名为马来西亚。宪法名称也顺理成章改为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宪法的设计大致围绕在一个终极问题：马来西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所以宪法确立了几个马来西亚建国的基本原则：3权分立、法治社会、宪政主义和公民的基本人权，明确马来西亚作为议会民主、立宪君主国家的方向。宪法也同时讲述国家的运作方式，包括公民权的条件、土著的特别地位、国家的官方语言，这一些相对知名的争议，交锋的重点总是离不开对宪法的探讨。其他议题也时不时会占据媒体版面，比如喜来登政变，它突出了首相的遴选过程、最高元首的权利与责任；伊斯兰刑事法带出了联邦和州政府的立法权限，和世俗法院与伊斯兰法院并存的司法双轨制。再加上宪法是在共产威胁的背景底下定制的，因此也有关于紧急状态的条例。可是事过境迁，最近一次的紧急状态早已不是对付山上的陈平，而是满地的青蛙和满街的疫情。从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经历了61次修宪，当中不乏充满争议。在513事件之后的敏感课题修正案，允许政府立法限制对于敏感课题的所有讨论，被当作是言论自由的严重倒退。和1988年巫统党争之后，马哈迪对于司法独立的侵略。但是近几年来，18岁投票权、反跳槽、东马富邦等等的修宪，都让人看到国家重回正轨的希望。每一次的修宪都像是一次直击国家心脏最深处的拷问，重新定义马来西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想这就是宪法的迷人之处。因为殖民地的身份，如果要说最有历史年份的法律，比起为了建国需要的宪法，英国政府反而在更早之前就将刑法引入本地，满足社会秩序的需求。刑事法典的本土实践可以追溯到1870年，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3个英属港口组成的海峡殖民地，而后又在各州遍地开花，又在国家成立之后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的单一刑事法典，里面包含23个章节、511项条文，详细订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要素和刑罚，例如人身伤害、性犯罪、盗窃、抢劫等等。然而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刑事法典已经不是刑法的唯一指南，有更多的刑事犯罪由其他法规所规定，例如保障道路安全的陆路交通法、对付毒品威胁的危险毒品法和号称维持和谐的煽动法令等等。刑法是国家惩奸除恶、除暴安良的直接表现，但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对个体公民的对抗。因为涉及的公共利益之广，所以造就了不少明星辩护律师，例如行动党强人卡巴辛和巫统御用律师沙菲伊等等。刑法也反映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轻生和试毒除罪化象征对社会问题更加科学性的应对方法。反性骚扰法研议20年后成功落地，意味着社会大众的醒觉已经蔓延到立法者。还有更多的议题是现在进行式，例如堕胎、安乐死、同性关系，都是刑法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理由。感谢今天的赞助大包子。
40个小时，这是普通人1周的工作时长，也是每一部影片背后所承载的心血。我们用20个小时构思有趣的主题，阅读大量的文献，写出高质量的文案，再用另外20个小时发掘合适的素材，搭配精细的后制，剪出流畅的影片。因为受过的教育，因为观众的信任，我们有使命，在内容，在呈现，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对得起专业的素养。这个频道是一个年轻的本土社群，75%的观众是骄傲的马来西亚人，50%是18到35岁的青壮年。我们在这里诚挚邀请理念相同的品牌方，如果认同我们的专业、三观和文学素养，而你的产品和服务也刚好对接这个社群，我们十分乐意作为桥梁，让优质的品牌走进千家万户。真诚永远比流量更加可贵。你们认真做产品，我们认真做影片。欢迎通过以下的联络方式和我们接洽，彼此选对的人，做对的事。Contract law 中文可以翻译成合同法或契约法，是司法自治的主要表现。合同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允许公民之间塑造自己的法律规则，提供了稳定的法律基础，促使合同双方履行承诺。合同精神的应用超越文明的界限，从原始时代就已经存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法律概念。甚至有说法是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契约。马来西亚的合同法是印度1872年合同法的直接复刻版，在1899年登陆本地。而现在之所以称为1950年合同法，是因为马来亚联邦1948年成立之后，新政权重新立法，但是法律的内容并无不同。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度的合同法，都师承欧洲15世纪开始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主张个体在拥有合同自由之后，就会尽最大努力达成最优的交易。因此合同法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合同的程序正义，重点在于合同本身的合法性，而不是条款的公平与否。但是如同罗翔老师所说，不加限制的自由必然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因此实用主义抬头，催生不少法律，试图抹平自由市场当中存在的不公平，比如消费者保护法令、房屋发展法令、雇佣法令等等，试图以此平衡和保护合同各方的权益。合同法的应用之广，就好比一座大楼的钢筋水泥，是所有法学生在大一、大二的必修学分。在职业领域，合同法为业界划分出2大重要职能，一方面是专注于合同起草审核的律师，另一方面是专注于解决合同纠纷的律师。尽管数字化和科技创新改变了交易的形式， NFT、元宇宙、区块链各种新名词蜂拥而至，但总离不开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自由意愿、诚实信用、遵纪守法。在科技进步的浪潮当中，合同法将继续历久弥新。附带一提的是民法领域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支——侵权法。其实侵权法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合同法，应该独立成一个章节来说。就算在授课的时候，两者也是完全不同独立的科目。合同法是契约双方自己定下的权利，侵权法则相当于法律在你周围画了一个圈，这个圈里面就是法律赋予你的个人权利，是别人不可侵犯的。大家或许会好奇，那侵权法和刑法有什么差别呢？确实，两者之间的重叠度很高，往往同一个案情可以往2种方向去提出诉讼。举例而言，诽谤有刑事诽谤，也有民事诽谤。撇开其他的差别不谈，今天只说一件事：刑事诽谤是国家帮你惩罚坏人，替你把他抓进监牢，罚款给国家；而当你决定采取民事手段，就意味着这是你和诽谤者之间的事，国家不会介入，律师是你的，得到的赔偿也是你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盗窃罪，民法上叫做侵占；绑架罪属于民法范围的非法监禁。但是如同前面所述，由于侵权是属于个人司法的范围，需要自己花钱请律师，遇上一穷二白的坏人，胜诉的判决也只是一张废纸。所以当涉及的金额并不是那么庞大的时候，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自认倒霉。在生活的实际面前，法律的正义并不能当饭吃，所以倒不是说法律的天平倾向有钱人，而是正义有时候太贵。
国外有胜诉分成的做法，律师和当事人可以协议，打不赢不收钱，打赢了你给我分成。如此一来，就能让原本付不起律师费的民众零负担的去打官司。但是这样子的做法也有鼓励诉讼、不利和解、加重司法负担，甚至律师夸大伤害的可能，所以在本地依然被视为违反律师职业精神，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对我而言，侵权法的魅力是因为法官不需要依赖立法机关，只需要合情合理就可以划出新的权利范围，比如隐私权、肖像权等等的概念，都是随着社会发展才出现的新权利，也因此是最能贴近社会脉搏的法律。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讲解家庭法、劳动法和知识产权。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按赞和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算是分享给自己，也能让演算法觉得影片受欢迎，从而推播给更加多的人。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